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港口城市里，一个海鱼打包女工人离奇失踪，没有留下任何遗书。警方本以为这是一场凄惨的爱情故事，山间小道上一个钱包的意外发现，却引出背后的真相。明明线索就在脚底下，可警方却数次和真相擦肩而过。为了破案，警方甚至向当地一家公司借了雷达装备。故事内容非常精彩，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能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一切还得从美国缅因州西南部波特兰这个港口城市说起。那天像往常一样，小镇上的码头依旧是那么忙碌，一箱接一箱的海鲜从凌晨到中午就没断过。岸边的渔船不停传来催促的声音，麻烦上面的人动作快点，我还赶着出多一次海呢。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工头扫视一周后说道：“史密斯今天又没来上班吗？好缺不缺，偏偏缺了个史密斯这个动作麻利的家伙。”而就在另外一边，警局里多了个陌生的身影，他急匆匆地来到值班警员面前：“我要报案，我母亲失踪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她。”登记失踪的这个人是史密斯的女儿，她告诉警方，自己打电话问了焊工公司、巴士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没能联系上母亲。按照母亲的习惯，每次出远门都一定会告诉她。来到史密斯家中后，探员发现史密斯住所看起来没什么异常，门锁既没有被撬，衣物也没被翻乱，卧室里史密斯的个人首饰全部都在。那辆破尔非常珍爱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依然静静躺在车库中。面对探员的来访，史密斯的丈夫比尔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觉得也许妻子又去果园了。在遇到比尔之前，史密斯曾有5段婚姻，丈夫也有过3段婚姻。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两人刚开始结婚时，社区里的大妈总喜欢拿着两人当作聊天题材，但身正不怕影子斜。婚后，史密斯在当地捕鱼区找了份打包的工作，每天负责打包渔民捞上来的海鲜鱼类。虽然是份辛苦点的体力活，但史密斯的干劲和麻利丝毫不输给男人。为了在自己年老时能够存点钱做点小生意，史密斯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下班后会经常到码头附近酒吧小酌几杯，时不时和酒吧里的人吹下水。顺着史密斯的习惯，探员来到码头附近的酒吧，探员拿着史密斯的照片一一询问了服务员，但都没有收获。但有个陪酒女表示，她在半个月之前曾和史密斯一起喝酒，史密斯当时好像挺不开心的。离开之前，陪酒女还调侃了一句：“这么晚才回家，小心你家老头子又以为你在外面鬼混了。”听到这话后，史密斯爆了句粗口，说自己是一刻都不想见家里那老家伙。找到比尔后，他向探员承认自己当天和妻子发生过争吵，但吵完后他就去唐人街吃夜宵了，回来时妻子已经不见了。母亲的突然失踪让女儿伊莱恩非常着急，她不相信母亲会抛弃自己不离而别，直到她在母亲卧室的衣柜里找到了一份诊断书，而诊断书的主人正是自己的母亲，上面写着癌症晚期。看到伊莱恩已经发现妻子的秘密，继父语重心长地说出了心中的秘密。继父告诉伊莱恩，早在几个月前，你母亲就被诊断出癌症。我本想把这事告诉你，但你母亲坚决不让。为了不让我们伤心，你母亲留下一封遗书，就默默离开了。继父说完，便拿出了一份遗书，但奇怪的是，这份遗书并不是手写的，而是击打的。听到这里，伊莱恩整个人是一脸懵逼，这啥情况？你说我母亲身患癌症，为了不让我们伤心，自己默默离家出走，而且还留下一封不是手写的遗书。伊莱恩怎么也不相信继父的说法，相反，他问了母亲周围很多朋友，包括住所邻居。邻居表示，有一晚听到两人在吵架，酒吧里的人也透露，在史密斯失踪前几晚，他在码头附近的酒吧待了很久，甚至还未说自己和丈夫正在争吵。还有人说自己在一天夜里很晚的时候看到史密斯独自一人沿着码头散步。虽然伊莱恩收集了很多关于母亲的线索，但大部分都无从考证，甚至有些说法是道听途说的2次传播。就这样，几周时间过去了，母亲依然没出现。
很多人都劝伊莱恩打消寻找母亲的念头，但伊莱恩不相信母亲会抛弃自己，所以每天一有时间总会去码头静静等待母亲的出现。直到1个多月后，从200英里外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个徒步旅行者在山间小道上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里有一张社会安全卡片，卡片上的号码正是母亲史密斯的号码。除此之外，钱包还装有母亲的驾驶证、首饰以及一些零钱。更让人不安的是，钱包似乎还有些血迹。伊莱恩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的钱包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母亲遭遇抢劫，那为何首饰和零钱都还在？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发现钱包的地方附近曾有女性遇害。以发现钱包的地点为中心，探员地毯式搜寻了周围现场，但都没有任何发现。即使史密斯真的留下痕迹，但也会很快被地处丛林的环境分解。为此，警方将史密斯的失踪转为可能的凶杀案。经过鉴定，钱包上的血迹属于失踪的史密斯，探员将嫌疑锁定在史密斯的丈夫比尔身上。第二次登门拜访时，探员发现比尔似乎刚换了地毯。探员随口一问，但比尔解释说这是喷了些清洁剂，然后用吸尘器吸了下灰尘而已。但邻居告诉警方，他曾看到比尔把地毯清洁器搬进屋里，明明是清洗过地毯，却为何要对探员撒谎说只是喷了些清洗剂？比尔的谎言让探员觉得很不自在。还好探员这次顺便带了一只警犬，在屋内转了一圈后，警犬趴在了地下室。难道说地下室里埋着失踪的史密斯吗？可挖开地砖后，探员并没有找到史密斯的尸体。最后探员只能连人带狗灰溜溜离开比尔住所。要想破解一桩罪案的真相，必须胆大心细。探员觉得警犬肯定是闻到了什么，地下室里肯定有史密斯留下的痕迹。之所以没找到史密斯尸体，很可能是因为比尔作案后转移了尸体。可比尔会将尸体藏在何处呢？兜了一圈后，探员将目光又回到码头。每天都弥漫着鱼腥味和鱼血的码头，的确很适合掩盖人类的尸体。如果比尔真的埋尸码头，那就需要转运尸体的工具。这时，从史密斯卧室床上带回警局的衣箱吸引了警方注意。不验不知道，一验吓一跳。这个衣箱上面果真有史密斯的血迹，部分血迹还是高速喷溅形成。这说明史密斯住所很可能是第一个案发现场。可第二个案发现场会是码头吗？这个问题让警方非常头疼。一方面，码头人来人往，各种痕迹错综复杂；另一方面，码头又存在很多监控死角。逛了几次码头，探员觉得很多地方实际上并不适合藏尸。他们组织了水警潜入靠近岸边的地方打捞，但都一无所获。站在岸边，探员心中默默想着，尸体肿胀浮出水面那一刻，就是比尔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可过了几天，岸边依然没有尸体浮出水面，这让探员很是着急。探员掐指一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段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尸体被海水冲到其他地方了吗？可找遍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一番商量之后，警方还是认为比尔地下室很可疑，所以第二份搜查令下来后，探员又来到比尔家中，只不过这次带来的发光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卢米若，这是法医经常用来鉴别血迹的一种试剂，灵敏度高达1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就算一滴血混进99万滴水中，卢米诺也可以检测出血液的存在。虽然卢米诺会受清洁剂的影响，但就大部分抹除痕迹的水平都很难逃脱卢米诺的威力。在探员将卢米诺撒在比尔的屋内后，眼前一幕让所有人错愕不已。墙壁和地板上都证明血液曾在屋内飞溅，血脚印甚至一直延伸到浴室，其中地下室的反应最为强烈。从楼梯上的血脚印到地板上一大片人形的血迹，所以丈夫比尔口中妻子离家出走的说法全都是谎言。但仅仅靠这些血迹，警方根本无法成功起诉比尔，因为警方找不到史密斯的尸体，就无法证实史密斯遇害，进而就无法确定比尔罪名成立。从第一次普通问询，第二次带警犬勘查，第三次使用卢米诺查出血迹，警方确定史密斯在地下室遇害。但把地下室挖开后，就是找不到史密斯尸体，这让警方万分被动。可就在几天后，史密斯的女儿伊莱恩火急火燎赶到警局。原来在几天前，伊莱恩陪2个儿子在沙滩玩耍时，调皮的大儿子搞了个恶作剧，
偷偷将弟弟的玩具车埋到土里。弟弟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让弟弟急得嚎啕大哭。直到伊莱恩训斥大儿子交出玩具，伊莱恩才突然缓过神来。正如大儿子所说的，我是故意埋得这么深的，就不让你们找到。通过询问曾挖开母亲住所地下室泥土的探员，伊莱恩得知只挖了地下室表面的泥土，对于平时经常干体力活的继父，完全有能力将母亲埋得更深。经过沟通后，伊莱恩向当地一家名为 ESE 的环境工程公司借来了一个地面穿透雷达。这种雷达通过向地下发出高频无线电波，分析反射回来的信号，能够确定地下是否存在大型金属物体。在距离史密斯失踪13个月后，警方决定使用雷达勘探比尔的地下室，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果然，在地面3英尺下面的一片区域，反射信号几乎是一片空白，这说明有某种物体吸收了能量。顺着信号被吸收的区域，警方足足挖了3英尺深，才发现里面埋着2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一具严重腐烂的尸体，死者手上还有一块腕表，表盘刻着母亲的姓氏珀尔。史密斯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臭味飘满了整个住所，连屋外都能闻到臭味。可即使如此，丈夫比尔还若无其事地吃着面条，并且要求把它吃完才肯跟警方走。面对铁证如山的警方，比尔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得知妻子患有晚期癌症后，他跟妻子因为遗产的分配闹翻，自己不同意妻子将遗产全部留给女儿的决定，所以在半夜趁妻子熟睡时杀害了妻子，然后将其埋到地下室里，并故意把妻子钱包丢到200英里外的山路上，以转移警方调查方向。由于怕被警方发现，他不但清洗了屋内的地毯，还用清洁剂擦除了楼梯的血迹，还故意把妻子埋得很深。可比尔怎么也想不到，就算自己能骗得了警方，也骗不了雷达。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